人身安全觉得很好，那这不就是你方觉得这个现在环境没有会怎么样？我意思是这样。甚至在讲，甚至你可以直接说每个手机业者都有基于这种情况，例如说这个 Android 系统哪个不安全啊，等等的，不是每个消费者在买的时候都是基于信赖关系去买的，这件事情也是放大说明的。好，那这方面我们今天在就是你们是怎么去做破解这件事情上面，女方一直告诉我说嘛，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就是 Apple 它会植入一个什么金钥，然后我们就是偷金钥的方法。那您方告诉我说，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Apple 有助于 Apple 去知道自己的那个漏洞在哪里吗？我刚刚论证是因为在你的情况下，政府去收购会去隐瞒，在我们的情况下 ，Apple 也有悬赏，所以它比较容易会把漏洞给 Apple， 因为没有政府的这个因素介入。Apple 悬赏什么 ？Apple 就也是用钱悬赏，只是你现在你们多了一个政府悬赏，多了一个政府用有，我找一下，你可以继续说。就是现在的那个悬赏里面有政府的悬赏 ，Apple 的悬赏，然后甚至有这个第三方骇客他们自己也在悬赏，然后所以在这点上你少了政府的介入，一定多了把这个悬赏给 Apple 的机会。我找一下，你可以继续说。甲方3辩上来承认，有这么3号吗？为好，今天我方先一开始直接的对对方的论述逻辑上做出挑战，对方的论证逻辑直接很恐，他没有论证全称命题，他是采用了部分的论证，但他的部分论证的逻辑也会同时部分的论证反方的立场。那在这样的包装之下，我方就提出了为什么在部分不应该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整体的状况下是作为不应该，提出了3个点。第一个点是比较人数或者伤害的广度。今天我们去想象世界上的集权国家的数量以及它控制的人口数目，中国、印度等等地方这样的国家政府，如同对方刚刚自己谈，他们也害怕扮演集权国家。那对这样的政府而言，倘若在里面的手机业者给予了他们这样的技术之后，这对于国家的对于整个世界整体的伤害是大的。那对方刚刚有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可以接受，就是所有状况下都去解锁，然后去比较利弊。但对方其实实质上没有比。你怎么告诉我说，今天一律的状况下，我好或不好全部解了之后，整体而言对社会的利弊影响，到底对方没有去口头所说的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比，我们不知道。第二层，我方在谈的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我方引用了宪法的，通过宪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去谈一个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个应该被保护的正常状态。然而，他去让步之后的偶尔基于一些某些特定理由必须要让步，它是例外的状态。基于这样的原则跟例外的状况下，我方认为应该的状况应该是能证成命题权。那最后我从第2个问题来延伸第3种态度是整体而言吧。假设我们都把它比较为不应该的时候，更能体现比例原则中自我节制的精神。即便我在真的有必须要做的时候，政府机关都懂得自我节制，我想着今天这件事情必然是侵害到某些人的权利的时候，我懂得去比较谦让的态度去处理这件事情，反而可以态度上避免安全的风险。反面的论证是，当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事情真的被评价为不应该的时候，我也更能去体会到我要去追求到更好，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是不安的。所以，当我能够不要侵害到那么大的状况，我也能达成同样目的的时候，我才会有追求的动力。所以，整体而言，在逻辑上的论证上，我方认为根本不会开论证命题。那进入到对方所论证的只有在少数的某些特定下的应该，对方论证逻辑，我方双方在比较的状况是，到底交给手机业者解跟交给第三方业者解的差异如何？那在咨询答辩的过程中，我们就很快的比较出来，今天在效益的部分，让可能一样，那差别差于安全管控的风险。对方没有讨论的几个说法，一个说法是，当我找第三方解锁找到的洞之后，他不会告诉苹果，但是苹果自己找的话，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件事情是疑惑的，对方没有自己在讲，你如果交给苹果解锁，他的做法不是去找洞。所以今天，即便你在同样的状况下找苹果的时候，它的洞还是找不到。所以今天选择两边的立场而言，那个洞都是确实存在在那个地方，是先天设计出来的用途，根本就不会在对方自己底下发生的比较好。那第二层，对方在讲说，对方有一个硬体上的紧要系统，然后整体而言，用这样的紧要就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开发或者是。那我帮你提出相当的底台，今天顾客跟Google的执行长其实都描述了，在之前的联邦大学跟苹果之中都描述了，他会担心
做的话，会有外泄的风险。那就还会有外泄的风险。那现在存在的状况就是，的确存在的后门的技术，存在的精调的技术。您当怎么敢肯定？当我们鼓励我应该要去解锁的时候，它一定会用你们想象中的那种比较安全的技术，而不是去采用可能比较方便，但是比较去采用后门的技术去方便它的一些作为。所以你刚才描述的是有这样的技术存在，但你要怎么会跟我会可用它，不知道。所以现在在态度的描述上，对方的这个风险的地，它到底体现到跟社会风险上，或者还是从结果望不清楚。最后我要拒绝这点权风，它在引申出来的也是。今天信赖的关系本身是一个可以上锁1天平的东西，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当信赖关系够大的时候，它是可以抵挡成功利益的。所以今天我们双方在这样子的小前提之下，要做损益，让对方没有拿出来损益的一些外泄的风险，而不怕损益的点是这样子的机关，它根本的那个信赖保护的原则。那我方认为，里面对方所谈的那些风险的可能性，其实这都更有可能透过其实政府的一些法规原则去做规避。他讲的是什么规避？例如说，因为他担心这个它会外泄，它会贩卖，或许你用其他的合约、其他的签订，用政府对它的监控，有可能它的弊害是有可能被消减，有可能被限缩的。然后这样的信任关系，人手业的相在被破坏，这样的利益是没有办法被限缩的。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方认为，欢迎大家。这方2点上的。因为我们在故意的状况下，中不会有任何人手机接手它，对不对？在专制国家这一块，我们就是故意的态度，他们可能不会侵害到更大部分。就是这样。假设我们的想法真的能投射在真实世界的话，我们就会要希望的确让里面的手机业者不要让集权罪的人监。但是我刚刚想告诉他是，即便今天我们采取它是民用规定，是专制国家，它会有它的能力，还有它的要，还有它的想法去其他我注重去做，我们赖都无法使用。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双方的立场的投射都能真的影响到世界的话，你就要应该根本的考量到真的影响到真实的产业的状况。那你如果你刚刚讲说我方，就算我方说民集权国家还是会去做了，那你方就怎么保证你的民一定会影响到我？对，那我方所以这点你方这样问这一个逻辑，没有，我刚刚想讲的只是说，你方对专制国家这一块利益的拿取，即使在故意的情况下，他应该也会，他有时会去做。我方解释的很逻辑了，你方的意思是，就算我说你还是会去做，我方没办法影响到他，但是你说的你没有影响，我不知道去做，你能保证吗？你没办法，我方没有证明说他就会影响到，但我方想说明的是，他其实他现在你也没办法阻止，他现在只要一都没办法影响到，这个不要改，或者是这一块精彩不应的状况，你也没办法多避免掉避开。我刚才讲是这个，你帮他解锁少A P，他少一个管道，他少一个管道，少一个管道，你今天还是会被拖去电话，那少一个管道，你方到底觉得说侵害少点什么？实际上这没有解释。今天他 OK， 他原本或许说他去收看你的日记，就是你的人身自由，那现在他只要去解锁你的手机，或者可以听到你一些，可能是你可能就可以监控他手机上网去理他，好，那就我们没办法再问。第二个你刚才讨论说比例原则上的问题，我们就原则公正合理对好，但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在法律上应该会采取故意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告诉我们说，如果在搜索的时候，你应调取之通信记录或者种种资料，所以通过比例原则的对，但是所以比例原则的通过，第二个法理上我们也在使用因这个词，而不是使用故意这个词。我们在讲的是到底权利的保障还是权利的侵害，哪个是原则，哪个是例外？对，你讲的这个因是指在某些状况下，我们在比例原则损益过之后，我们要选择一些例外的状况。那我刚才讲说我因原则是我们法理上我们虽然是这样，我刚刚有一个案件，它是属于但是我们在法理上用因为是说我们应该要去协助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我们是要去的。今天他法理他这样写，他背后投射的体现的那个价值是，这是一个在现场里面的那我们他需要证据是的，那我们讨论他说投射主要是我们对这个事件态度的想法，对不对？对，那当然如果曾经通过他说我们在采取应该情况下，虽然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刚刚说那些案件，但是有很多侵害我，对不对？就是我在讨论一件事情，我是要两种不一样的侵害，但是会影响到事实。那反过来说，你刚刚我提出还有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故意的态度，让我们错失了这一点，什么恐怖攻击啊，或者是杀人犯这些案件的机会，有的这里是地方恐怖，表现他是会在一些摇摆的地带的时候，对，比方说后一方也跟我方比较说，即使
我们偷手业者可以检索到一些漏洞的使用，或者是换钥匙的手法，都引起我们可以复印的状态下，他还是会尝试去采取所谓的第三方漏洞来导致我们侵害世界上解锁的方法，不管是第三排手机都有很多种方法。我刚也丢了很多种方法，有的危险，有的没危险。你方也丢很多款，有的有危险，有的没危险。但是我刚刚也解释了，我方你方不能去诠释，我方一定会采取危险的方法，那你方就采取比较安全的方法。那我方能不能假设，其实苹果好不好？就会采取那个后门，它就是要实施它不会，原因是你方不会保证也会采取比较安全的方法。我刚刚也解释过，漏洞已经开发出来给我的外界数据，但是你今天如果是使用彩虹的话，你今天还有一个精料保安，但精料只有苹果有，那苹果就不会让它泄露出去，因为它做自己的商业利益，它才会使用这个，它不会使用漏洞。它每次都存在，因为它采取直接开后门的方式，它不是跟它比较方便去运作嘛。所以而言，怎么去保证它会存在的方法？我刚只是讲说，在后门的使用方法，它还有保有这个精料，因为来告诉我一个安全，一个不安全，但是你没有办法告诉我为什么苹果一定会是不安全，然后它是不安全。因为刚刚为什么今天刚所说的第三方解锁不能采取比较安全的方式？因为我刚刚想讲的是，因为第三方没办法这样的证书，正如您刚刚所说的是，苹果它本身有这个职业本分，所以它想要去采取一个比较安全，而刚刚您刚所举的那一个差别没有关系。比赛到此告一段落，将在铃响3分钟后由反方进行结辩。
反方上台结辩。只有大小两个架构，在大架构的方面是直接逻辑判断的部分。就没有在逻辑判断这样子的利益的损益当中，从头到尾没有去对我刚所谈的原则例外做出太有效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我方认为整体而言，光在整个层面，我方就应该要直接得出议题。再来谈这场比赛攻防比较激烈的小架构部分，在我们都肯认，很多时候的执法机关必须要出现说手机的时候，到底是要给哪一边解会来的更好？这时候先评上放上的会是所谓的对方的那个公共利益的想象，以及另外一关是对于彼此信赖关系的侵害。那先谈对方所要描述的那个公共伤害的想象，对方一开始在讲的是对于案件侦查的好处，但这件事情在我们比较出双方效率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那对方这时候拿剩下的公共利益是隐私外泄的风险，他没有问这个风险有几个论述啦。第一个点会告诉我们说，今天我如果交给一方解发现洞，我会告诉苹果，苹果自己发现，苹果自己解的话就会发现洞，那就没有刚直接就告诉我，所以苹果它在解锁的方法用的不是发现洞的方法，那都从何得知它那个会被发现？所以整体而言，在这个安全性上的风险，我方质疑。第二个说法，对方告诉我说，对于苹果而言，它不一定要采用后门程序，有一些比较安全的经道的概念，但是我方其实提出了一些攻击跟疑虑是。今天在这样子同样拥有两种技术使用上，你又如何评价苹果一定会是很安全的成分？那这样子的合理性又符合在？所以今天这样的封城逐层风险逐渐的消弱之后，我方其实对于它的风险来讲到底有多大存在的疑虑，它就是一个几率问题。那这样的外泄风险，就算被体现之后，到底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弊害会是什么？你的很多的数据量被外泄，那这样的风险的呈现的长相，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样态？交标没有，它也或许能给我多一点的描述。所以今天它不是苹果的外泄，今天是真的不小心第三方这个让它外泄，它对于两方之间实然上的损害的想象到底是什么？最后我刚想谈的最后一件事情是，那这样子第三方就算退一步论，它真的比较有可能会有外泄的疑虑的话，它是一个没有可能被监控的状态吗？我刚认为不是。其实今天你透过其他法规的制定，今天透过监控的掌握，这样子的伤害的控制是有可能的。那反过去看一看我们所谈的信任关系的违背，那就如同刚刚从拒绝任人权去发展出脉络。今天在于牧师，刚刚谈嘛，在宗教式的拒绝任人是基于一种你得知对方一个很信赖的资讯，这个信赖的资讯值得被保障到，我要看案件搜查。那我们想一下手机发展的脉络，当我们的手机越发展越多，越发展越好，它的机体能做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在里面存有资讯量，我们看看脉络会越来越大。在过往或者你只有简述文字讯息，那后来慢慢有了照片，那到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可能，我们的这些身体的基本数据、身体健康资料，或许都有可能通过手机来展现。这事情我没办法去描述情况下的状态，但是我们看看趋势，这样的趋势它越来越亲密，会是一个未来趋势的一个方向。那基于这样的方向，我们去看看它有没有机会，今天大到跟对方所去类推的那样的牧师的同样的程度，你会跟牧师去谈些什么？或许是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心理状况、你婚姻状况、感情状况，你自己犯过的错，进行自类程度。对方没有觉得这样程度的隐私跟信赖程度，在现况下推定是值得被我们保障，用公共利益做衡量。现况下的公共利益肯定还是要跟犯罪侦查的公共利益做衡量。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手机同样有可能存有我们个人的情感状态、你个人的医疗状态、个人的身体状态，这是未来越来越多裸照、亲密照片、亲密影片等等的东西的时候，对方没有认为在这样的损益底下，他们所谓的那些的风险的几率去承上，不知道实体的伤害会有多少，为什么这样损益会过不去？我方存有很深刻的质疑。那现在整体而言我方想谈的最核心的概念，其实是整个社会整体的分工。当这个社会每一个角色都有办法扮演好自己的该做的能力跟责任的时候，才是最有利的社会运作的局势。当第三方业者有能力是在不违背信任、不违背其他前提的时候，就达到我们想要的公共利益，那你又何苦让手机业者去背负这样的责任？今天当我们能够透过第三方的结束去达到你想要的效益的时候，那我们就放手机业者去追求它最极大化的公益，去追求它最理想的状况就好了。今天我有采取这样的态度，我有采取这样子的价值观导向，今天整个社会才有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发展的可能。
采取对方的态度之下，只会变成我们在利益权衡上斤斤计较，但实际体现的社会价值就是互不制衡。我们没办法在对方的价值体现上去看到太多社会性的问题。那我这边谢各位。这方上现实论，然后一开始提出了这个关于架构上的讨论，是无非是希望我方评价这个专制国家解锁为应该，但我方觉得这个关系不太合，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应该要讨论的是，我方觉得站在立场也是在例如我是一个立法者，在定了这条手机的应解忧执法权解忧手机之后，他所对于整个世界，就不管专制国家还是这个合理的正常国家里面造成整体的第一个弊害。为什么？因为我方觉得这样的角度比较务实。你整体上来评价最后滥权的可能性比哪个比较高？这样的评判比较基于现实，也比较可以追求更大的利益。我方当然也觉得专制国家这样子滥权的接受不合理，但我方要探讨的就是你立哪一条法，你在立了这条法之后，我可以减少滥权的可能，是我方兼采的角度。我方觉得这样的角度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就直接从滥权的部分来跟大家谈，就像我方前述所讲过的，我方今天的情况下是增加了一种比较不容易滥权的手机业者解锁。就我方一直前述提过，因为苹果手机它不基于自己的商业，它拒绝了中国很多次。我方也举了例子告诉你说，第三方公司会很容易想把东西卖给中国，而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我方情况下加了一种比较不容易被滥权者所掌控的解锁方法。你方情况下只是多了很多这种第三方公司，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不能找业者的时候，你只能找第三方公司，这种公司甚至会去挹注金钱。所以在于这个滥权的可能性上，在这件事情上，我方已经证明了，你方第三方公司比较多的时候，滥权可能性比较大。第二个，我方也证明了，在我方情况下，安全系统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个洞被苹果知道，就知道说会进行系统的升级，而不是这个洞被政府机关所隐藏起来。所以在滥权方面，安全还是就实际上会被滥权所掌控。我方都认为我方今天证的比较成功。那么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效率方面还是有一直说，在升级过后，这第三方是不可能马上解锁。所以对于某些时效性案件而言，在我方还有比如说堵人热比如说恐龙这种一到短的地方可能会有几千人陨落的这种案件，在你系统升级之后，苹果公司可以马上找出解锁的方法。所以在我方情况下，这种有时效性的案件也是我方会做比较好。所以关于滥权的可能性上，还是你实际的解锁的效率上，都是我方先立了这个法之后会做得更好，这是我方强调的第一件事情。第二点，他刚讲述的时候，他刚觉得这个信赖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方第一个提出的质疑就是，这个信赖关系的程度到底到哪里？他如果没有这个信赖关系所造成影响到什么？他方一直没有说。我要提出几个，好像第一个是你在买手机的时候，你跟通讯行买，你跟这个手机业者本身没有紧密的沟通，你这个信赖关系的程度上真的有那么高吗？第二件事情，很多人在买手机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基于这个信赖关系，他没有这么在乎这个关系。例如说，你买 Android 手机，我就是想要安装一些盗版软体，我就是要承担这个风险，我本来就是觉得信赖关系没有这么的重要。好，那就算你今天一定要讲 Apple 这个公司好了，我方也说了，在这个杀人案件发生之后，民调有51%的人觉得说这件事情解锁是合理，所以信赖关系是可以因为这个案件发生而改变的，因为你破解而获得我自我安全人身保护的这个利益而改变。或者这只是一个杀人案件，如果今天是一个恐攻案件，更容易波及到我自己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反而更可能会上升更多。所以在于这两个，我认为你方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要论到它到底对这个社会实际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远不如我方今天所说滥权可能你方比较高，解锁效率你方比较低。最后他提了一个态度，他说怎么评价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现实。他说这个你评价不一定会比较自我解释，我刚告诉你恰巧不是。真正的态度应该是你要把它纳入规范，才可以真正的节制。就像美国今天发生这个史诺的监听案件之后，史诺登揭发这个灵性计划，他的评价并不是你废除监听，我们评价他不应监听，他所做的做法是去立了一个自由法案，把这件事情更加纳入体制里面去规范，这才是真正面对一个手段，不要让它乱取一个最好的做法。你要不要一直探讨体制，而忽略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真空没有体制的环境。
所以我要认为，就算你要在态度上评价，也应该是把它积极的纳入规范。就像美国史诺登对于这个权利这么敏感的人，还是会去讴歌说这个法案的美好。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他也是纳入这个规范比较重要。上面是平时发言。我想讲，是我讲第二个讲，可以开放两场，因为我想讲一些关于资讯的。所以论点的地方可能麻烦看哪一个。还是不然就无人想讲，要不然我第一排。欣赏完警察比赛，我们来欣赏跟精彩的裁判讲。第一位请有请政治大学的赵一副学长和我们。谢谢主席，评审、庄辩市长，大家好。那作为两块比赛，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蛮有趣的比赛。那主要源自于反方采取的一些论证的策略，而且其实它也更点出了我觉得打这个题目一直以来的一个潜台词。那它是不是一定是问题可以讨论？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台词的台面化，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一直都把这个题目当作政治心理在打。说出来都是这样，而且正方的结论非常明白的讲这件事情，你连你立法者都讲出来了，你还跟我说你是当做是命来打，不要骗我，就是这么简单。我倒是蛮想知道你立法权是怎么来的，这题目有赋予你吗？你代表谁的政府吗？没有。但其实这个也很有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往下讲，什么叫做如果就算你谈立法，就算你谈立法，其实我们把这上面加点字儿，你就会懂。其实，到底会立出你想要的法，会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这么问，你认为会立出你所谓那些法，是采取原则上手机业者应该协助执法机关接收手机，还是原则上手机业者不应该协助执法机关接收手机使用立关？是在哪一种态度下会立出你想要的法？这是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其实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回应的状况，坦白我个人认为场上没有调，但是我觉得有点错误。但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加完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觉得应该？因为你从头到尾在某些特定状况下应该讨论，你一直在这个前提下做讨论。那反方的东西意思就是，凭什么一开始说我们在特定状况下，而不是以原则上或普遍上作为我们的态度？其实状况核心的，在某个状况的核心争议差异。不过我也得跟反方说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这个操作策略在今天场上发生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到底是谁放生谁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讲法，这种攻击主要是反方三辩在质询跟申论里提出的。但是你的一辩跟二辩到底有没有要跟这件事情，我个人是非常的疑惑。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坦白说，这是已经涉及了整体你队伍的立场一不一贯的问题。当然你采取一个话术想要解决出比较大架构跟小架构的差别。我谈大架构，他们谈小架构，请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但我的看法就是，哪来大小差别，架构就架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搞清楚，大家跟小架构之间很冲突？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这种打法，其实你是采取一个某种更普遍的态度在打。其实，在你的理解面，不只是手机业者该不该协助执法机关接收手机，其实应该说原则上执法机关就不应该去接收手机。你找手机业者帮忙不对，你找第三方帮忙其实也对，这是第一个。而且更扩展，在你的心目中，应该是所有的搜查调查手段在原则上都不应该。这个其实才是你的立场的核心价值。
可是你的整体态度就非常奇怪了，因为在你这个你没有说清楚的开头的下面，你好像觉得找地方业者是皆大欢喜，可是其实听起来蛮诡异，就好像你说警察不要来那个违法调查，找流氓帮忙就看太好了，第二个很诡异嘛，很莫名，对不对？你不要去找锁匠帮你拍，这样子锁匠不好当做人，来请找流氓帮你踹，是这个意思吗？不会。所以第一个，这个显得不只是你队友跟你之间的冲突，它其实本质在逻辑上就是冲突。但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如果你这个道理通了，那对方在问你所有搜查之类的例子，其实非常容易回应，非常容易回应，就是原则上都不应该。因为反正他讲在特定状况下，他喜欢加这个字，你就加原则上加这3个字嘛，一样的道理。那所有的状况，他原则上其实都不应该，为什么？再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正方有一个蛮核心的论点，是告诉大家说，你看你找第三方，这可能会让那个手机业者更难做人，因为它会影响它本身的升级啊，或者是找漏洞、主动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反方可能是有点误会正方的意思，他讲不是说手机业者的这种做法直接指后门就不会找漏，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其实现况应该说原本的状况之下，大家都有在找漏，那苹果也会给钱去叫别人帮他找漏，然后去买过来，那他就可以升级。但是因为现在多了另外一个买方跟苹果做竞争，就是政府，因为政府想要买这个技术，多买他这种服务。来那个获取他想要的资讯，所以这会影响苹果业者本来的这种自我体检，或是请人帮他体检的手段。他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回应其实是错的。不过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个我觉得法官这个操作方法是非常有既视感的啦。那我就不跟你说完全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关键还是观念通不通的问题，就是你观念通不通的问题。因为其实就算正方后续这个论证指令，其实就像我讲的一样，难道今天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找业者帮忙，他拒绝的话，他找另外一个更糟的人来帮忙会更糟？那照这个逻辑，就警察现在违法要调查你的时候，你拒绝，他说，那我就找兄弟来了。或许迫于无奈，你还是会让他进来调查。可是这整件事情难道是应该吗？显然也不会。所以其实如果你观念通的话，这些东西都很好解决。但是通不通就要看场上实际验证。就是我对今天上午大家看法结果。接下来有请我们主席所首发的临传大学正浩文学长。大家好，那其实没有要对论点做任何的评判，就是我想讲的东西，其实是关于大家的资讯的相关的知识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资讯相关的知识实在是非常的跟现实有一点落差。那其实也不怪大家，毕竟辩论比赛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讨论一个专业的领域的时候，我们要试着去理解，试着去了解它。但是因为手边的资料或者是那些是真的是专业的知识，所以有看可能懂了一些，但不一定能够真的进入那个世界的，看到它真实的面貌。那小弟学长我大概就是读了蛮久的书，读了差不多10年的资讯管理，对，所以对这个东西也没有非常的懂，只是一些浅薄的观念跟大家分享而已。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观念呢？首先呢是在正方一开始想告诉大家的事情。正方一开始告诉大家的事情是，今天政府出来说我要悬赏哦 ，FBI 说我要花很多钱来买一个漏洞哦，所以他觉得这个有人出来买漏洞以后，就会造成的事情是有人来说，好，我今天因为你给我好多钱，我就来帮你解这个漏洞 ，OK。因为这样的漏洞，但 Apple 他也很慌张，很想知道这个漏洞在哪。他说好了，我赶快升级好了。好，首先这一段论证里面到底什么事情与现实不符的？答案是全部。答案是全部。第一个东西是花钱去找漏洞，其实根本不需要花钱，大家无时无刻都在找漏洞。为什么？
因为 Apple 那么多人使用，懂吗？它是一个超级 model 性，或者是超级不管是有心人还是没心人，还是单纯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的人，都会想要去征服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给大家看。好，那再进一步讲到是，我们以意图来分成，大概可以分成骇客的话，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叫好人。什么叫好人？其实你不要以为真的，骇客里面都没有好人，骇客里面有好人，而且是官方的好人。比如说中正大学，中正大学为什么是骇客？其实中正大学在资讯工程，如果你要选填志愿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的教授就是台湾密码学的权威。台湾中正大学的这个国际的积分，中正大学为什么会在这世界排名可能比较前面？就是因为有那个教授在，懂我意思吗？那你说那个教授上课在上什么？然后他就荧幕打开，我开进某个网站给你看，你看这边是一个问题哦，然后怎么办？上课完写信给那间公司说，你这边有个问题，去改，懂我意思吗？好人的骇客是存在的。第二个，其实好人还有另外什么东西？就是坏人嘛。什么是坏人的骇客？坏人的骇客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就是坏人的骇客嘛。对，也就是其实你们今天想讲的第三方。那什么是第三方的意思？就是除了用户跟苹果公司本人以外的第3个人来解锁，它就叫做第三方。所以严格来讲，好人也算是第三方。对，只是你们今天讲的第三方是可能有某种意图的第三方。那像这种第三方的人，他平时可能就是真的是来破坏某个公司的网站，窃取里面的资料，来达成他某些特定的意义。也就是说，今天你们想担心所害怕就是这种人。那这种人是不是存在？确实有，而且就算你不花钱，他也可能去做。窃取到某些真的机密的档案的时候，你不用花4500万。如果你真的找到 Apple 的动画，你要卖给中国大陆，中国大陆4500万算什么？懂我意思吗？更多的钱都可以拿得出来给你。好，这边是一个，再来第3个叫做政府，就是你们讲的。那政府为什么要特别列出来？因为它不见得是好人，也不见得是坏人。但这个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就大家对好人坏人的定义。但政府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懂我意思吗？那政府本来还有它的资讯单位、资讯警察，或者是一些资讯的特勤，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本来就是 always 都在试图的攻破任何的系统。那只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讲 Apple？因为 Apple 的城堡盖得特别坚固啦，所以大家会觉得 Apple 是一个目标。为什么 Apple 的城堡特别坚固？简单来讲，资讯这个东西，作业系统分成2种，一种叫做开放式作业系统，一种叫做闭锁式封闭系统。什么意思？开放式系统就像是我今天要盖一座大楼，大楼里面有很多的课桌，有很多的墙壁，但是呢，因为你要来我这栋大楼里面做事情，所以我就把我的 print 我的蓝图交给你。那你看到我的蓝图，你知道我的变电箱在哪？你知道我水管在哪？你知道我的警报器在哪？你说要害进去容不容易？超容易。但 Apple 就说我不要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要告诉你，你只要进来我这个课桌里面课桌椅随你摆。什么是课桌椅？课桌椅就是软体，你可以 APP 下载以后装了，明天可以删掉，随时都可以做，懂我意思吗？所以它只让你动这些东西而已，它没有变动。所以当今天的第三方骇客为什么觉得那么难踩进 Apple 里面？我不知道哪里是可以进去的嘛，懂我意思吗？它可能是今天一间房子里面少装了一个窗户，或者是随便啦，有任何的问题，但那个问题就会是你们今天所讨论的重点。OK， 好，没关系。再来第3件事情是我刚刚说你们刚刚的推荐全部错的地方，还有一个是苹果知不知道大家在找它的漏洞？知道，他知道它的漏洞终究有一天会被破解，就算是这个天下再坚固的保险箱，有没有被开启的一天？绝对还是有的。所以其实它不是等有人发现漏洞以后，它才去升级。它在公布了一个新的时候，它背后就开始在找一个新的技术了。为什么？因为资讯科技就是这样子，你今天的技术会被明天更新的技术所打败，或是你会被人类无限的耐心所打败。为什么？像大家知道一些密码可以用暴力破解法，或是其实有事实上有各种技巧，骇客的技巧可以去破解。只要你时间够，只要你资源够，其实破解那些并不难。所以新的技术必须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当然，也就像你们所讲的一样，今天如果是这个新的技术要修改，或是要解释它的话，谁比较容易？就是官方最容易嘛。为什么？因为只有苹果才有那个神秘的藏宝图，神秘的它的程式嘛。OK， 好，这是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在于，也是正方所提出来一个叫做韧体的精要。OK， 什么是韧体的精要？我猜大家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人会去质疑它是任何的东西，只会知道它是一个好强好强的东西，好像很厉害。好，什么是软体？就是这些课桌椅。什么是什么是硬体？就是这个墙壁这些钉死的黑板、墙壁、天花板、电灯的这些钉死的东西。什么是韧体？它就是介在软体跟硬体之间，装在硬体里面的软体。很抽象，是不是？讲简单一点，就像是今天这间房子，我们不想让别人进来的时候，我要装一个保全。保全它可以是一个 APP， 它可以是一个软体，它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具，但是我把它镶在这间房子里，懂意思吗？所以你今天要进去的时候，为什么要进钥匙？你要输入一组密码，你可能要达成某些条件，它才会让你进去。OK，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很厉害？还蛮厉害的。这个技术其实台湾很先进，或者是其实在先进国家确实很先进，但就像我讲的一样，没有一个先进的技术会是永远先进的。因为永远都会有更先进的东西出来，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安不安全？安全也不安全，现在很安全，未来不知道，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不要被那些技术所唬烂住了，就像是你们今天听到一个后门系统，也不要被它唬烂住，就说今天如果有后门，它就是一个弊害，它就是一个 bug， 不一定。为什么？就像是保险箱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锁，我们来把它当成保险箱。但是这个保险箱我们要保护里面的东西，可是想要留2个开口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会把它做成提款机，懂意思吧？一个是使用者可以操作的界面，另外一个是管理员可以控制的界面，这些都是可能的，懂我意思吗？只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今天讲不是因为我很厉害或我知道什么东西，或者是你们讲是错的，我讲是对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讲的事情其实是。今天资讯科技的这些东西，也就是你们在场上丢出来的这些资料，其实只能某部分的去揣测这个世界真实的样貌。今天 Apple 的程式码是不是真的很牢固？是不是真的不可破解？是不是真的没有漏洞？没有人知道，除非看到那个程式码原始码本身。所以讲回来，讲到辩论比赛，其实这个东西要你们讨论它到底安不安全，破解有没有效率，不是你们说了算，这些是我们资讯人员要花很多时间得到的结果。懂吗？那辩论比赛在某个层次上，我们会假定一些特殊的时间空间来去对这个东西做这个解释。只是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些解释10之8九都是跟现实不符的。那没关系，这就辩论比赛嘛。只要逻辑通得过，其实裁判也都会收。对，那没办法，这个事情是辩论比赛的原罪。好，这个东西解开始谈以后，我再来跟大家讲第3个东西。第3个东西，也就是大家在讲恐怖攻击事件的东西。什么是恐怖攻击事件？为什么要去找那只手机？其实大家可以仔细想想看。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一只手机里面，其实它有一个部分就是储存你们所要的资料。那里面大概会有什么资料？第一个是就是电话，就是你的通讯。第2个就是简讯。那简讯其实跟 APP 是不一样，就是跟 LINE 是不一样，就是你的 APP 的简讯。再来还有相片，还有音乐，还有 email，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啦 ，OK 吧？我应该没有遗漏什么。你的手机里面可以储存的东西就是大概这些。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因为我手边刚好有一份论文，那这份论文是来自国立中正大学资讯管理学研究所郑浩文学士研究生所提出来的硕士论文。那你刚刚有一段是在解释这个部分，什么部分？也就是说，其实你的手机它不是真的只是一个盒子而已，它其实是你有看过 Lucy， 就是卢贝松岛那片，它里面有一段就是突然他眼前出现了好多血，他拨一拨就可以听到人家的声音了。为什么？那些就是电磁波，也就是说，一个手机里面它会接收几种讯号。第一个叫做第一个就是电磁波，第2个是那个你想英文英文很快，但是英文我不会拼啊，就是大概是 WiFi， 你知道是网络就好了。但其实现在手机里面的网络不是 WiFi 啦 ，WiFi 是另外一块。第3个叫 GPS。
GPS 就帮你定位，也就是你要抓皮卡丘要靠它。你要抓皮卡丘的时候，你要开启一个叫位置的东西，就是 GPS， 它其实就是某个 map 让你知道你在哪里。OK， 电磁波 WiFi 其实老实说，传统的电话里面，我们只有在电磁波。为什么？电磁波它其实传递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声音或者是讯息。你的简讯和电话是靠电磁波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电磁波我们已经有在监测了。什么时候？就是一般的电话嘛，或者是其实简单来讲，中华电信它就是有本事来拦截你这个讯号，然后得到里面的内容。也就是 Lucy 在做的事情，只是 Lucy 把它神化了一点，懂我意思吗？好，那今天这个东西电磁波，你说如果现在的技术就做得到，那为什么手机做不到？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个电磁波的技术是之前就有的话，那为什么现在没有？答案是现在也做得到。所以其实你现在的手机，如果中华电信要跟监你这只手机的话，或者是其实你看到有一些新闻社会案件，他会说今天有个犯人，他的手机开机了，他滑了一些网站以后，警方就可以锁定他的位置，抓到他了。其实这个技术都是有的，但是为什么对付恐怖分子这样的技术不够？加密不是加密，是就跟你为什么交不到女朋友一样，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女生的电话，你不知道那个骇客的电话，懂吗？这些电话，每个电话都是藏在一片森林里面的一棵树，但是那个骇客电话是哪一棵树，谁知道？你要一个一个去监听吗？不行，成本太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电话其实现在还不足够。OK， 所以好，电话就先讲到这边了，再讲下去，因为你们应该听不懂吧？好，再来第二个东西，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这个 WiFi 网络里面可以有一些资讯的交流，叫做 APP。对，其实电磁波，所以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拿到那只手机去破解它？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没有锁定某一只电话的时候，我们必须去看那只电话它的里面有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因为很多犯人他们就是用一次性的电话，什么是一次性的电话？我今天去路边随便买一个电话来打一打丢掉。那这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去追踪到他的电话号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看他那一支电话里面的痕迹，试着去还原出它里面的资讯。OK， 这一块。再是第二块 APP， 现在通讯软体很常用这个东西，也就是现在犯罪者很常用这个东西来做他的犯罪工具或通讯的工具。可是老师，你说这个东西真的只存在你的手机里面吗？其实不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手机连到了网络以后，网络它连到另外一个地方叫 LINE 的总公司，它里面其实有一个 LINE 的资料库。你的电话里面的资讯都在这边，只是看它多久更新一次，多久删一次而已。所以讲简单一点，警方其实不用去找那一只手机，他直接去找 LINE 的公司就好了。只要他知道你的账号是哪一个账号，他就可以得到里面的资讯了。懂我意思吗？这就是现在其实就已经在做，他跟中华电信签一些跟监的协议，他跟汇丰银行签了一些保密协议。同样的，他也可能跟 LINE 的公司签这个协议，只是 LINE 要不要而已。OK， 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你们看下来，剩下可能那 email 是一样 ，email 的档案就是在